么了？我这可是在送你去过好日子。既然是好日子，那你怎么不去？哟呵，有新货！这么丑，滚滚滚！小畜生！今天老娘不狠狠教训你们，老娘跟你姓！我娘刚死，你就给我爹介绍新婆娘，就为了贪图人家的嫁妆，现在又想把我弟弟卖去青楼当龟公，恶毒婆娘！我们没你这样的姑姑！给我摁住这两个小杂种！我要撕烂他的嘴！不行，必须找到自救的办法。李爷爷，救命啊！这里有人要抢走我弟弟！汉文小子，谁敢抢人？世华小子呢？全是误会，我是他俩的亲姑姑，不是坏人。这个孩子不肯跟我去城里享福，情急之下才乱说话的。叔叔爷爷们，千万别听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胡说。他是我姑姑不假，可他不顾我娘尸苦未寒，把我爹卖了。现在他又想卖我弟弟，我不肯，他就直接动手抢人。爷爷，我不想去他张家，他想卖了我，你们快救救我！你们城里人就是心黑，卖了官府弟弟还想卖外甥。汪家的男人我们管不着，可这柳家小子是我们青牛村的人，想抢走，先问问我们手里的家伙答不答应。算了，毛小子不懂事，就去你那穷山沟里刨辈子土吧！你这辈子别再踏进青牛村一步，否则我青牛村让你有来无回！你给我等着，臭小子！多谢各位叔叔爷爷出手相救，不然今天世华铁定被他抢走了。各位叔叔爷爷，我和弟弟是偷偷跑出来追爹的，爷爷奶奶根本不知道。这事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奶奶肯定要打我们。能不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密？还有大伯娘，她知道了肯定会打死我的。众人一听，立马都答应了帮我们保密，一个个又忍不住叹气，说我们三兄妹实在太可怜了。李老头心善，让我们免费坐他的驴车回村。回到青牛村，我们跟李老头和村民们道了别，先回了我们自己家。三间茅草屋带着个泥巴院子，此刻一片漆黑。我娘办白事的幌子幔子还立在大门前。不如今晚我们去爷爷家住，奶奶肯定给我们留饭了。我们俩牵着手走到了村头的爷爷家，爷爷家也是茅草屋，只是多了2间侧屋。此刻太外婆正拉着我妹妹柳云涛在爷爷家坐着。太外婆是奶奶的亲娘，今年70多岁了，身体还十分硬朗。今天我和诗华去追爹，就把不到3岁的妹妹托付给了他照顾。这会儿太外婆、奶奶还有大伯娘正不停地骂着汪素云。柳云涛靠在爷爷身边，眨巴着眼睛看着太外婆、奶奶、大伯娘。他才2岁半，根本听不懂他们在骂什么。我和弟弟站在院子里听了半天，根本不敢进去。奶奶正骂到兴头上，我们俩这时候进去，铁定要挨一顿骂。就在这时，柳云涛先发现了我们，迈着小短腿就跑了出来。大哥，二哥，爹呢？我要爹！嘘，小声点，别在爷爷家提爹，他们会生气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就要爹！2个臭小子还知道回来，怎么不跟你那不要脸的爹一起走了？今晚涛儿跟我睡，你们俩滚回你们自己家去！我初来乍到，只想低调行事，不想跟这老妇人多争辩，正准备转身走。行了，汪家人无德，跟我柳家的男丁有什么关系？以后不许再骂2个孩子，汪家那个人就当他死了。老二家的房子冷冷清清的，2个孩子怎么住？今晚就睡小偏房，明天再说。天晚了，都散了。太外婆只有奶奶这一个女儿，太爷爷过世后，她就被奶奶接到了青牛村生活。她性子孤僻，不爱吵闹，爷爷就在村里给她盖了间小屋，让她一个人住。天黑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，这条路我走熟了，你在家照顾好长英和云涛。
奶奶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直接从我怀里抱走了柳云涛，看都不看我们兄弟俩一眼，哐当一声就关上了堂屋的门。爷爷说让我们睡哪一间来着？这间。我推开门走进去，点上了煤油灯，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看，屋里竟然连张床都没有。睡吧，哥哥。半夜我被饿醒了，翻来覆去，肚子里空空的。哥哥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我自己饿着也就算了，一听弟弟也饿，瞬间就坐不住了。让孩子跟着挨饿，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，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事。你乖乖睡着，哥哥去厨房找找，看有没有吃的。不要啊，哥哥，明天奶奶发现了会骂人的。没事儿，我就去看看，你别乱动。一眼扫过去，我心里凉了半截。这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吃的，就2个锅灶、2个水桶、几副碗筷，还有一堆柴火。所有的吃食，铁定全被奶奶收到她自己房间里了。不行啊，弟弟还等着我呢，干脆溜到奶奶房门口碰碰运气。怎么了，汉文？你也起夜吗？他在原主的记忆里瞬间对上了号，这人就是我的大伯柳有勇，出了名的老好人，就是耳根子软，大伯娘说什么他就听什么。是啊，我忘了自己睡侧屋，走错地方了。你和诗华肯定没吃晚饭吧？你奶奶这2天忙，估计忘了给你们留饭。你等着，大伯给你拿吃的。红薯凉了也吃不坏肚子，拿去和诗华填填肚，明早再喝粥。我差点红了眼眶，在码头找爹没哭，被狠毒姑姑踹了没哭，此刻拿着2个红薯，鼻子却酸得厉害。谢谢大伯。你这孩子，一家子人谢个啥子？汉文啊，大伯明早要进城做工，你是大哥，在家帮奶奶照顾好弟妹，等大伯回来给你买糕吃。我知道了，大伯。乖小子，你打小就聪明，你爹娘不在了，我们这些长辈再好也比不过亲爹娘。以后你眼睛放亮点儿，别让诗华和云涛在村子里被欺负了。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吃完2个红薯，又去厨房喝了2口生水，虽然被噎得直伸脖子，却也不敢再多喝。以后绝对不准喝生水。看样子在这个家里，生了病只能硬扛，不喝生水就能少生不少病。2个懒小子，快起来！诗华来烧火，汉文去挑水。别想撅着屁股睡到太阳晒屁股，以后都给我勤快些。奶奶，看来二弟平时没少干这个活。我看着奶奶递过来的扁担和水桶，在记忆里翻找着挑水的地点，赶在奶奶再次开骂之前，笨拙地挑起了空桶。好重啊，还没装水就这么沉。等装满了水，以我这8岁的小身板，能挑几步路？娘，汉文哪里挑得动水啊？我去挑。汉文打扫院子，挑不动1桶就挑半桶。今天你回城，以后这挑水的活就得他来干。我赶紧拿起比我还高的竹扫帚，低头扫起了院子。没一会儿，爷爷和大伯娘都起来了，早饭也做好了。大伯娘叫醒了柳长英，我叫醒了柳云涛。爹爹，我要爹爹。别叫爹，奶奶听了又要生气。小妹乖，爹爹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到时候还给你带果子吃。小云涛乖巧的点点头，任由我给他穿衣穿鞋。到了饭桌前，也没再吵一句要爹。早餐是一锅切了碎红薯叶的粥，细得跟米糊糊差不多，大人孩子每人1碗。奶奶又单独拿出1筐红薯，先挑了个最大的给爷爷，又挑了个饱满的给大伯。奶奶自己和大伯娘分了1个，最后挑了2个最小的给长英和云涛1人分了1个。筐子彻底空了，明摆着根本没有我和诗华2兄弟的份儿。人，大哥、二哥不吃红薯吗？云涛和你们分着吃。臭小子还想吃干的？云涛吃不完，分一半给长英吃。长英长个头呢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长辈？连一个小小的红薯都要跟几岁的孩子抢。
快吃饭，粥该凉了。大伯娘狠狠瞪了大伯一眼，伸筷子就要把红薯夹回去。我眼疾手快，立刻把2块红薯塞进了自己和弟弟的嘴里。红薯噎得我赶紧喝了2口稀粥，滚烫的粥烫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。苍天在上，我柳汉文竟然有一天连1块红薯都要靠别人施舍。想想以前冬天吃烤红薯，吃一半丢一半的行径，我只觉得今天这一切就是老天对我往日浪费粮食的惩罚。汉文跟我去地里，诗华和大伯娘在家做午饭，游泳要回城就快些，还能赶上李老头的驴车。我匆匆交代弟弟看好妹妹，就跟着爷爷奶奶出了村子。走了许久，才到了自家靠山脚的红薯地。地里的红薯还有2个月才能收成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铲草，剪掉多余的红薯叶。这片红薯地的土呈微白，又干又裂，一看就知道地质差得很。再看早上吃的红薯，最大的也没有后世吃的一半大，就知道这地里的收成好不到哪里去。我默默地跟在爷爷身后，把他铲下来的草剪到田埂边上，又把奶奶剪的红薯叶收进筐子里，全程一句话都没说，只顾着低头干活。我们3人走到村口的时候，村长叫住了爷爷，让他去家里商量农事。我接过爷爷背上的一大竹筐红薯叶，重的差点把我整个人压垮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瞬间怒火中烧。2个小扫帚星，让你们留在家里吃白饭就算了，还敢欺负我家长英，跟你那不要脸的爹一样，这么小就不要一点脸，信不信我一脚踹你去见你娘？大哥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手脚都在打颤。这奶奶的心也太偏了，大伯娘这么欺负2个孩子，她竟然连问都不问一声吗？怎么回事？跟哥哥说。我在烧火，妹妹和长英哥在院子里玩，长英哥突然打妹妹，还咬着她的手不放，妹妹哭了，我就跑过去拉长英哥，大伯娘就过来了，说我和妹妹2个打长英1个，就扯我的头发，打我，还踢我。我一听他被踢了，赶紧掀开他的衣服查看，只见他左肋下青了一大片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踢出内伤。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以前打骂都不还口的柳浩文，竟然敢生气了。大伯娘，这世上有你这样当长辈的吗？孩子小不懂事，打闹也就算了，你一个大人，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打孩子？奶，诗华和云涛不是你亲孙子孙女不成？他俩被打成这样，你就装作没看见吗？你这个臭小子，还敢踢东西，长脾气了是吧？你大伯娘打诗华怎么了？她是长辈，教养你们是应该的。赶紧把红薯叶捡起来洗干净，不然中午没饭吃。你这臭小子也是，就知道哭，让你在家烧火看妹妹，你就是这么看的？再哭就给我滚出去！哎呦，汉文跟你娘读了2天书，都会教训人了。这世上连你那样的爹都有，我这样的长辈跟你爹比起来算什么？听你奶奶的话，大伯娘是为你们好才教训你们，以后给我乖点，不然看我不打死你们这几个小崽子！这个不到3岁的孩子，前几天还在爹的怀里撒娇，如今却要面对大伯娘和堂哥的打骂，还有奶奶的无视。他幼小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死死盯着大伯娘，心里恨不得破口大骂，冲进屋里跟她大闹一场。可看着怀里弱小的弟妹，我心里清楚，真闹起来，我根本护不住他们。现在，我只能把这口气硬生生咽下去。我拉着弟弟蹲在地上，一片一片地捡着散落的红薯叶，脑子里却在飞速盘算着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。我心里盘算着，看来自己是要一直干田地活的，弟妹就得留在家里由大伯娘照看。照今天这情势，弟弟妹妹估计还要挨打挨骂。难道3兄妹就得一直这么被打骂下去吗？妹妹还这么小，这样的打骂惊吓，生病了怎么办？大伯娘打弟弟还知道收敛，毕竟是老柳家的孙子，打妹妹明显是往死里打的。这一脚踢的，妹妹受住了，可是以后能受住几脚呢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诗华，你知道咱们家里还有没有粮食？床下面的坛子里有米，爹放的，奶奶没找到那里。那我们回家去住好不好？白天我请太落婆看你和妹妹，哥哥去干活，晚上咱们3个一起睡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，我要回家。哥哥，大伯娘打得我好痛啊！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，一抽一抽的疼，
6岁的小男孩，在后世还在上幼儿园，每天撒娇玩笑的年纪，现在却要受这样的苦楚。再看小妹，她捂着被堂哥咬破的手背，瘪着小嘴，也不敢哭出声，只在那儿偷偷抹眼泪。背起那一大筐红薯叶，这是我辛苦一上午摘的，背走吃了也是应该的。走，跟哥哥回家。那个家不管多破旧，总好过在这里挨打挨骂吧。臭小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快给我回来！我们回家去住，留在这里等着被大伯娘打死吗？还给我硬气起来了！有本事你就回去，饿死冻死了别来求我！一会儿他们3个饿了，自然会乖乖回来求我。我们3兄妹回到了自家门口，不过一夜没住人的茅屋，此刻看着竟添了几分凄凉。我先让弟妹在门口等着，把母亲办白事的幌子之类的东西全都搬到了屋子后面。这么一来，院子里看着顺眼多了。屋里的家具不多，却打扫了得干干净净。卧室同样收拾得整整齐齐。看来我那便宜爹比起奶奶和大伯精，收拾屋子的本事倒是强上不少。右边是厨房兼餐厅，灶台擦得锃亮，比奶奶家那黑乎乎的灶台看着舒服多了。水缸里的水还有大半缸，就是柴少了些，只有一点引火用的稻草。诗华和云涛回到家，情绪明显好了很多，甚至忘了身上的疼痛，欢快的在3个房间里跑来跑去，看来看去。诗华是在检查家里少了什么东西，而云涛却是在找爹爹。直到3个房间都找遍了，他才失落的坐到了父亲的大床上。弟弟，你说爹把米藏哪儿了？那里面的坛子里。上次奶奶来，只把大床下面的坛子搬走了，小床下面她没看。哥哥，里面还有一小坛猪油。我又把猪油坛子搬了出来，再加上外面那一筐红薯叶，这就是我们3兄弟妹全部的口粮了。我又忍不住想，父亲好歹汪家的少爷，就算入赘柳家穷了这么些年，总该有些提己东西，也不知道是被他带走了，还是藏在这个家里。我立刻翻了被褥和衣柜，很明显这里早就被人翻过了，衣柜里的衣服都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整理过。我什么都没翻出来，想来定是奶奶早就来找过了，就算有东西也早被她收走了。哥，爹床头板后面有个暗格，爹的钱都藏在那里的。这事你早点说啊！哼。这就是父亲全部的体系了。我仔细数了数铜钱，只有50枚。就在我们3兄妹围着父亲的小木盒细看的时候，院子里传来了爷爷的咳嗽声，紧接着就听见他喊我：“小子，出来！”这东西是爹爹留的，千万别跟爷爷奶奶说啊。我打开堂屋的门，让爷爷进来。我们3兄妹看着他，眼里都带着气，还有几分戒备。爷爷拉过云涛，看了看他手上的伤，从怀里掏出几片不知道是什么的叶子。他又拉过诗华，又开口询问：“伯娘踢你哪儿了？”诗华立刻瘪着嘴，指了指自己的肋下。爷爷掀起他的衣服一看，眉头瞬间皱了起来，又把刚才那种叶子揉碎了，敷在了诗华的伤处。我看着爷爷的表情，就知道他心里也在怪大伯娘下手太重了。爷爷，你也看到了，才一上午的功夫，大伯娘就把云涛和诗华打成这样。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们3兄妹要是一直跟大伯娘住一起，早晚有一天会被她打死的。什么死不死的，都是老柳家的孩子，爷爷还能真让他打死你们不成？爷爷自然爱护我们，可我和您白日要在田地干活，诗华和云涛日日在家与他一起，他随打随骂，咱们能怎么办？我们3兄妹命也太苦了，娘尸骨未寒，爹又离家，本以为靠着爷爷能平安长大，可家里有个恶大伯母，这让我们3个怎么活呀？我本意是想让爷爷同情，接下来才好谈条件，可这话一说出口，瞬间就觉得心酸无比。我们3兄妹抱在一起，都哭了起来。你伯娘如今怀着孕，脾气是躁了些，等生了孩子也就好了。你们3个年纪这么小，怎么能自己住？随爷爷回去，奶奶还等着你们吃饭呢。是爷爷第一次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我说话，以前他从来都是吼来吼去的，反倒让我有些不习惯。不过我早就打定主意不回去了。爷爷，我家的10几亩田契是您收着的吗？大孙子，你想做什么？这田是要留给你妹妹的，以后你妹妹还要靠这10几亩田当嫁妆呢。怎么说话行事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不少？我这身板也种不了田，哪里还敢跟爷爷要回来？我是想说，既然田现在由爷爷种着，那我们3兄妹的口粮
总该爷爷负责吧？以前娘把田租给别人，每年不光有够吃的口粮，还有用余的能换些钱回来。如今爷爷种着这田，富余的孙子一分都不要，只求爷爷每年能给我们些口粮，就让我们三兄妹在自己家自主自食，不必再跟爷爷奶奶、大伯娘挤一个锅里吃饭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爷爷难道还能让你们饿死不成？我已经说过你大伯娘了，以后他不会再打你们了。现在跟我回去。诗华和云涛立刻躲到了我身后，一副死也不回去的模样。爷爷，我们3个在家里能住的，实在不行，白天我请太嬷婆过来照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回去只会惹大伯娘生气，还给奶奶添麻烦。不如您就让我们在家住一段时间，等大伯娘生了孩子满了月，到时候农活忙了，我们再回去帮忙。爷爷在厨房和卧室转了一圈，见家里过日子的东西都齐全，三兄妹住在这里也确实能行。他心里叹了口气。还有多少米？还够吃几天稀饭，就是柴不多了。一会儿我让你奶奶送些红薯过来，柴晚上我给你送来。你们不想回去，就先在家住着。等你大伯娘生了，一定要回爷爷家住。3个小娃娃，万一有个什么事，可怎么好？有事儿不是还有爷爷吗？我们家离爷爷家才几户人家，我在门口扯着嗓子一喊，爷爷就听得见。您就放心吧。爷爷放心，等哥哥煮了肉粥，云涛还给爷爷送一碗。以往每次娘从城里回来，都会带块肉回来，父亲煮上一锅肉粥，总要先给爷爷奶奶端一碗过去。这送粥的差事自然就落到了我们孩子身上。每次我和云涛给奶奶送粥，奶奶都会又笑又亲的，所以云涛最喜欢往爷爷家送粥了。若是奶奶听了这话，估计早就开口骂了。经了这件事，我对爷爷的印象又好了几分。没过多久，奶奶就提着一筐红薯、一小罐盐，气呼呼的来了。诗华吓得躲在卧室里，不敢出来见奶奶。我也没跟她多说什么，接过东西送到厨房，就准备生火做饭。2个臭小子饿死也就算了，敢饿着我孙女，看我怎么打你！云涛，跟奶奶走，奶奶煮鸡蛋给你吃。我怕大伯娘，我怕长英哥，我不去奶奶家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不去。奶奶，你看，妹妹都吓着了，您先回去吧。烧火小心些，先拜拜灶王奶奶。知道了。总算把奶奶送走了。这时候早就过了晌午，我们3兄妹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柴不多，只能随便煮个粥对付一顿。虽然也是菜粥，可我加了1勺猪油，又放了一点盐，这粥的味道比起奶奶煮的可要香甜多了。慢点喝，长英不在，没人跟你抢。不许长英哥来咱们家，他打云涛，还抢云涛的东西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许他来，也不许大伯娘来。锅里就只剩下最后1勺粥了。我先一步收起自己的碗，把那勺粥平分给了弟弟妹妹。哥哥在地里偷吃了一个红薯，不饿，你们多吃些。我也吃饱了，这一点哥哥替我喝了吧。我心里瞬间暖乎乎的。前世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，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弟弟这样愿意省一口粥给我。快喝了，听话。诗华见我态度坚决，立刻小口小口的把粥喝完了，还主动收拾了碗筷去洗。我趁着灶里还有余温，赶紧埋了几个红薯进去，又把锅洗干净，添了小半锅清水。若是爷爷晚上没送柴来，这半锅水就是我们3兄妹的晚餐了。又趁着太阳还高，把被褥全都抱出来晒一晒。小云涛干不了什么重活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二哥在院子里拔草、捡枯树枝。很快就到了黄昏，我们3兄妹看着打扫的干干净净、焕然一新的家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爷爷还没送柴过来，我便把中午埋在灶里的红薯扒了出来，已经烤得焦香流油。我们3兄妹就着锅里的热水，一人吃了2个红薯，倒也吃得饱饱的。我又用剩下的热水兑了些冷水，给弟妹洗了脸和脚。等明天柴够用了，一定要烧上1大锅热水，给诗华和云涛好好洗个澡。晚上想睡哪个床？
睡这里，这是云涛的位置。以前我和诗华都是睡小床的，可现在我们三兄妹还是睡一张床更稳妥。那我就睡爹的位里。那就睡觉了。明天哥哥去山上逮野鸡和兔子，晚上咱们吃肉。云涛也要去，我给哥哥背筐筐。不行哦，云涛和二哥在家看家，别让长英来咱们家里捣乱。哼，他要是敢来，云文就打他。就在这时，太阳完全落山了，窗户上最后一抹暖黄也彻底被黑暗吞噬。我们三兄妹今天也确实累坏了，没一会儿就都睡着了。爷爷来的时候在门口叫了2声，见没人应，门也从里面锁上了，他便在窗前站了一会儿，听到屋里三兄妹均匀的呼吸声，知道我们已经睡熟了，便把一捆柴轻轻放到了厨房外面，悄无声息地回去了。半夜之分，我的手臂被弟妹枕得发麻，抽回来的时候整条胳膊都没了知觉，这一动就听到了诗华小声的呻吟。这里痛，哥哥，又热又痛。我帮他轻轻地揉着伤处，心里暗下决心，明天一定要再找爷爷要点草药。那个狠毒的大伯母把诗华踢成这样，这个仇我绝对不会忘。二弟忍着点儿，明天哥哥找太外婆要个鸡蛋给你敷敷。来，侧着躺，看看会不会好点儿。好点了，哥哥，快睡吧。早上不知道奶奶会不会又来叫你去田里。你也快睡。看着二弟重新睡着，我松了口气，又伸手去摸云涛，看看他有没有踢被子。可这一摸，直接把我吓得惊坐了起来，触手一片滚烫。云涛的额头、脖子温度都高得吓人，我赶紧爬起来点上煤油灯。灯光下，云涛的脸色又白又黄，小手小脚还时不时抽搐一下。这烧的最少有39度，再高下去，很容易就会高热惊爪了。妹妹发烧了，你快穿好衣服去叫爷爷，我来打水给她擦身降温。这个家可不像后世，家里备着一大堆常用药，若是在后世，喂一管子买灵就能退烧。可现在我只能用最原始的物理降温。我把云涛抱到床的最外侧，一遍遍地用湿毛巾擦他的额头、脖子、脚心儿和腿腕。诗华慌慌张张穿好衣服跑到外面，没一会儿又跑了回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低着头满脸羞惭。哥哥，外面好黑，我害怕。今夜没有月亮，外面黑得伸手不见四光，夜风飒飒吹过，树影被吹得像鬼影一样晃来晃去，时不时还传来几声猫头鹰怪异的叫声。这对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，简直和恐怖片没两样。他会害怕也是理所应当，是哥哥的错，忘了外面有多黑。那诗华来给妹妹擦身子，就像哥哥这样，浸了毛巾再拧干，多擦额头和脖子。你在家里不要怕，哥哥去把爷爷叫过来。我会擦，以前妹妹生病，爹就教过我。哥哥快去吧。我一个心理年龄快30的大男人，自然不怕这样的黑夜，一口气跑到爷爷家。爷爷，爷爷快起来，我妹妹发高烧了。怎么回事？中午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睡前还好好的，半夜就烧起来了。爷爷，你快来看看吧！作死的臭小子，我带云涛你还不让，现在病了吧？烧得太高了，牛筋草和藿香都不中用了，接着用水擦吧。天亮了，我借李老头的驴车送孩子进城看大夫。爹爹，我要吃糖。爹爹，我要抱抱。爹爹在，云涛乖乖的，明天爹爹带你进城去玩。云涛的手又猛地抽搐了一下，浑身滚烫的像一团火，我彻底慌了。在这个生病全靠硬扛的年代，孩子的夭折率高得惊人，多少孩子不过是发个烧拉个肚子就能丢了性命。妹妹烧得这么厉害，她能撑到天亮进城吗？万一烧坏了脑子怎么办？不过才短短2天的相处，我却觉得这双弟妹和我真的血浓于水。尤其是此刻，那种害怕失去妹妹的心情，让我的心像是在油锅里煎一样，又痛又慌。爷爷，你有酒吗？用酒擦，退烧效果更好。咱们家里哪里会有酒哦？娘，我要娘。以前云涛睡觉，手里都是要攥着娘的衣角的。娘在这里。两兄弟就这样一左一右的守着小小的妹妹。村长家应该有酒，我去借点来。我拍打爷爷的门，再到爷爷拍打村长的门，满村的人都被吵醒了。爷爷带来了酒，我将那一小瓶浑浊的米酒倒进清水里，给妹妹只盖一床薄被，然后和诗华一起用酒水擦她瘦小的身子。大约擦了1刻钟，云涛不再说胡话。爷爷，你来摸摸，妹妹是不是退烧了？是没那么烫了，先让她睡一觉。
明日要是烧全退了，我就煎药给他吃；要是还烧，就送城里看大夫。多谢村长爷爷给的酒，救了我妹妹，大恩大德，汉文永记于心。你看看，这读了书的孩子就是会说话，一点子酒而已，哪里就值2个小子行这么大的礼哦？我早就说过，这柳大孙子就是个灾星。他一出生，我家二婶的日子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可他一长大，就克死了娘，克离了爹，现在还要来克家里唯一的女娃。小云涛上午在我家好好的，能吃能喝，他硬要带着回来住。现在好了，才回来孩子就病了。你们说说，他不是灾星是什么？这声音里没有一丁点关心侄女的意思，反倒带着满满的幸灾乐祸。村民们顺着大伯娘的话，开始议论着柳二家这么多年的惨状。可不是嘛，咱这十里八村的，哪有男人比姓汪的还不要脸？我当初嫁过来就看出来了，这姓汪的骨子就是个软骨头，仗着自己是城里人，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。你们再看看那汉文小子，跟他爹又懒又无理，我这大伯母说2句就那死人眼瞪着。爷爷，你帮我看会儿妹妹。大伯娘正说得兴起，一看双目愤怒的两兄弟出来，声音不自觉的就小了。你才是天下最坏的妇人，还有脸在这里编排我？大叔大婶都看看我弟弟的脸，中午回去一看，他把诗华打成这样，脸上的抓伤也就算了，这肋下还被他踢得青紫，可怜的诗华睡觉都痛得睡不着。我妹妹是怎么病的？你家长英把她咬出血也就算了，你这大伯娘又打又骂，早把我可怜的小妹吓丢魂了。大家若不信，可以进去看看，我妹妹的手还肿着呢。我说着红了眼眶，诗华早已哭成泪人。怪不得我晌午听到你们家孩子哭得凄惨，还以为是爹了，原来是你打的呀。这样一对单薄的兄弟，弟弟还满脸的伤，众人心里都清楚了谁说的是真，谁说的是假。他这泼妇之名，怕是再也洗不掉了。这下，大家看大伯娘的眼神都变了。你这乱嚼乱说的臭小子，我什么时候打骂云涛了？你照顾不好还怪到我身上，就你这样说长辈，你不是灾星是什么？我实在懒得跟这妇人多纠缠，她除了拿长辈2个字压人，已经没别的招了。既然你想闹，那我就借这些东风，让你再也没脸登这个门。才这么一想，一阵风吹过，白火子吹过一道残影，我瞬间计上心来。既然你想玩大的，那我就用娘的英灵吓死你。娘，是你来了吗？你来看云涛了吗？娘，你放心，儿子一定会照顾好弟弟妹妹，你安心去吧。娘安心去吧，诗华会看好妹妹的。在场的村民被我这一番动作吓得不轻。都说枉死的人怨气重，这柳二婶年纪轻轻又是文人，这般枉死肯定丢不下3个孩子。这下好了，别说大伯娘，怕是以后全村人路过我家后墙都要绕着走。这鬼宅的名头倒成了最好的盾牌。诗华去睡，汉文把你妹妹衣服穿好，我去李老头家借车，咱们现在就进城。10几里山路，路有崎岖，就算是驴车也要走1个多时辰。云涛，你可一定要撑住啊！山路风大，你要是再被吹病了，哥哥怎么照顾你们2个？你要是不想睡觉，就留在家看家，煮点红薯，烧锅热水。等我们回来，我给妹妹洗澡。汉文抱你妹妹坐上来，爷爷拉你们进城。我看着那拉车绳在爷爷肩膀上勒出的深深痕迹，心里一阵发酸。爷爷虽然才50来岁，可常年干重活累活，看着说70岁都有人信。我哪里忍心让爷爷这样拉着车走10几里的山路？爷爷，你拉，我在后面推。你也坐上去。云涛醒了要人怎么办？就你们2个娃娃，爷爷拉得动。我在后面看着，妹妹醒了我再上去。烧都退了还进城干什么？家里哪有钱给他抓药看大夫？赶紧回去捂一捂，睡一觉。老头子，你去煮点牛筋草喝一喝就好了。家里就那几个钱，还要留给大方请产婆。你拿去给云涛抓药了，大方生产怎么办？你回去，孩子发烧不是小事，耽误不得。哎呀，我这苦命啊！不要脸的汪家男丢下3个孩子，还把钱都带走了。死老头子，你还倔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还没请产婆的钱是命，正在发烧的孩子就不是命。他骂我爹，不过是想找个借口让我妹妹死。我们不用你的钱，我爹留了钱，这下总行了吧？汉文，你爹真留钱了。你个臭小子，你爹留了钱你不给奶奶，还自个儿拿着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是拿给奶奶，这妹妹生病你舍得拿出来用吗？
你快回去，汉文，我们走。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爷爷拉着驴车，我在后面推着车，生病的妹妹躺在车上，三个人就这样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步往城里去。云涛睡得很沉，一路颠簸都没吵醒他。爷爷的力气很大，驴车始终平稳地前进着。默默地走了几里路，路上开始有进城的行人了。祖孙俩实在累得慌，便靠在路边休息一会儿。爷爷慢慢地将车停好，依着车坐下，那粗粗的喘气声，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，让我清清楚楚地知道爷爷有多累。我先上车看了看妹妹的情况，她的体温明显又升高了。我从竹杯子里倒了些水，轻轻拍在妹妹的额头上，又用湿毛巾敷了上去。我心里很庆幸爷爷坚持带妹妹看大夫，这要是真在家喝牛筋草汤，估计妹妹又要高烧了。反复高烧要是引起肺炎，那就糟糕了。爷爷，妹妹的体温又高了，不能休息了，赶紧进城。这一刻，时间比金子更贵。汉文担心在家喝牛筋草，怕不是会引起妹妹肺炎。这10几里的苦路，绝不能在最后这几步功亏一篑。爷爷再次拉起绳子，我依旧在后面推着车。好在离城越近，路越好走。板车不能进城，要交1文钱停到专门的停车处，那里有专人看着。爷爷停好车，直接把云涛用绳子绑到背上，说：“汉文，把被子给你妹盖好。”爷爷蹲下身子，我把被子用绳子固定好，扶着爷爷，他才吃力地站了起来。这一刻，爷爷在我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了起来。这是个小县城，城里只有3家医馆。爷爷直接把云涛背到了南大街的同仁堂，这里的刘大夫最擅长医治妇。我打量着这小小的医馆，2间门面，1排药柜，2个小伙计在捡药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给一妇人把脉，这应该就是刘大夫了。来得及时，问题不大。不过这小儿得病一定要治彻底了，万一留下病根，后面就麻烦了。我先给他扎1次针，再开5天的药，你拿回去按药方煎了1日3次喂给他，5天之后再来复诊。5天的药，这得多少个大钱？多少个大钱？我这留神针扎1次针就得1两银子，再加上药，你说得多少钱？爷爷被惊住了，光扎针就得1两银子。他拿出上次刘游泳带回来的500个大钱。你爹留了多少钱？我直接将荷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到柜子上。刘大夫只一眼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去，这点钱还看什么大夫？直接去山林找药，自己煎了吃算了。大夫，我娘才过世，家里实在没钱，您就发慈悲给我妹妹看看吧。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不要药，您只把药方给我们，我爷爷会采药，我们回去自己配来吃。药方比药都贵。我们是开医馆，又不是开善堂的，没钱赶紧走，别在这里耽误别人。大夫，求求你了，我们是青牛村的，这回家有10几里路，我妹妹已经烧起来了，经不起折腾。您发善心，给她治治吧。药钱全当我们先欠着，等我攒够了钱，一定还你。刘大夫，我女儿早死，只留下这一点子血脉，求求你治治孩子吧。求求你了！刘大夫，您就发善心吧。你们的这点钱给他扎针都不够。不过你们这么远来，孩子又实在病得重，作为大夫实在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他病下去。今日我就给这孩子治了，但是这药钱你们也不能少。我看这小子还算伶俐，不如留下这小子给我切3个月的药抵药费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好，能给您切药是这孩子的福气。汉文，快谢谢刘大夫。我却不这么认为，我留在这里3个月，弟弟妹妹就得去爷爷家住。妹妹这还病着，万一大伯娘再打他们，整整3个月，他把弟弟打残都有可能。可是若直接拒绝，刘大夫一气之下不给妹妹治了，那就更麻烦了。不是我不愿意给您切药，只是家中还有个幼小的弟弟要照顾，不如我给您采药。我爷爷认识草药，我家附近的山上有不少草药。大夫，您需要什么草药告诉我，我保证都给您采来。别胡说，乖乖给大夫切药。这个你可认识？这是车前草，我们村溪水边就有。好吧，我们先算好，你们这里只有550个大钱，就这2对首饰，拿到当铺最多也就换100个大钱，这加起来共650个大钱。我这扎1针，再加上开5天的药，最少得2两银子，也就是1900个大钱。你算算，还差我多少？还差1250个大钱。还是个读过书的孩子，心算不错。我那早死的女儿是个秀才。以后每3天给我送1次药，不均什么草药，我按市价给你算。什么时候抵完这1250个台钱，
什么时候咱们两清？就这样，云涛扎了针，伙计又当场煎了一碗药喂他喝下。药太苦，云涛喝了一口就不愿喝了。好妹妹，不喝药就好不了，乖乖喝了。一会儿哥哥给你买个糖人儿。刚刚娘偷偷回来过哦，说你听话喝药，只要病好了，她就回来。真的吗？你们运气好，我们这医馆还从来没有赊账的事儿。别忘了按时送药来，否则不用刘大夫发话，我就是找到青牛村也要找你们算账。不会不会，后天老朽就会送药过来，以后每3天送一次，定把药费补齐了。小哥放心。爷爷，这事儿不要告诉奶奶和大伯娘了，你悄悄把采烧的法子交给我，我来采，然后坐李爷爷的驴车送进城。奶奶若知道了，肯定又会骂我们的。哥哥，糖人糖人，我嘴巴还苦着。哪里还有钱给你买糖人？爷爷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文钱2个，其他都是1文钱1个。我妹妹病了，钱都用来买药了，她喝药嘴苦。好爷爷，您送我一个糖球好不好？赶明儿我有钱了，定还您。可怜的孩子，这个爷爷送你，不要钱。多谢爷爷。你还有钱？这个是卖糖人的爷爷送的。这时候已经快晌午了，祖孙3人从早上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。若我真有钱，倒愿意买个饼子分着吃。回城的路上，因为云涛醒了，不愿意一个人坐在车上，总爬出来找我说话。我又怕他吹了风着凉，又不愿上车坐着，让爷爷一个人拉车，只好一边推车一边不时阻止云涛乱爬，反倒比来的时候更累些。爷爷依旧埋头拉车，他是在担心那1000多个大钱的债，只是满眼忧心忡忡。我知道他是在担心那1000多个大钱的债，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走了几里路，太阳越升越高，3人都觉得热了起来。柳爷爷把车停在一棵大槐树下，打算短暂休息一会儿。爷爷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这儿，马上就来了。我看那里长了一片9重楼，就去摘了些，也不知道这个刘大夫要不要。我一看，这不是后世的益母草吗？原来这里叫它9重楼啊！剩下的路，我虽然推车推得很累，却一直笑呵的。有了这些，债就有指望了。刘大夫那里看病的多是妇女儿童，这9重楼肯定要，我认得了。回家我就去田边采些。采9重楼不需要临根拔起，只要从根底掐了就行了。回家晒到筐子里，晒干透了就不容易烂了。有这一片9重楼，后天送药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不过这9重楼是极便宜的草药，想尽快还清药费，还是得进到山里去采些名贵的药材才行。回到村子，爷爷把我和云涛送回家。世华煮了红薯请爷爷吃，爷爷却拒绝了。他仔仔细细交代了一遍如何煎药，便去还车了。王素云之前常生病，所以家里煎药的工具一应俱全。我找出炉子，把柴烧成炭添进去，小火慢慢煎成一碗。我发现世华在煎药这件事上比我还在行。一问才知道，以前娘喝的药都是他守着炉子煎的。我当即就把给妹妹煎药的活交给了二弟。妹妹发烧流了一身汗，天凉不敢给她洗澡，我便小心地用热水把她从头到脚擦了一遍，再给她换上一身干净衣裳。施华心细，怕妹妹吃不下红薯，还单独煮了一碗红薯粥。我喂妹妹吃下粥，就哄她睡一会儿。等她睡醒，药也煎好了。这次没有唐人哄着，我和施华费了半天劲才把一碗药喂完。当天夜里，太外婆过来了，手里提了几个鸡蛋。这是给云涛吃的，你们2个小子可不许偷嘴儿。今天晚上施华去跟我睡，你哥好专心照顾你妹妹。我可以一个人在小床上睡，我不想跟太外婆睡。就去睡几天，等妹妹好了，哥哥立刻接你回来。柳施华只能乖巧的点点头，跟着太外婆走了。
当天夜里，我给妹妹煮了个鸡蛋粥。柳云涛许久没吃过鸡蛋，馋得很，一碗粥没一会儿就喝完了。我把她哄睡着后，自己却不敢睡沉，时不时就起来摸摸云涛的额头，生怕她再发起烧来。爹，我要爹。爹在这儿，爹抱云涛，云涛乖乖睡觉。就这样，我熬了整整一夜没合眼。天才亮，诗华就回来了，眼眶红红的，默默的烧火煮粥，也不说话。跟太外婆睡怎么样？太外婆没留你吃早饭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太外婆骂你了？太外婆说我睡觉不安稳，我一动踢我。早上她腿疼，说是我半夜动着她被子就掐我胳膊。哥，我会一个人睡在小床上，保证不吵你照顾妹妹。你别让我去太外婆家了，好不好？哼，太外婆也爱打人，咱们别去她家。好，咱不去了，咱们就在家里，哪儿也不去了。我心里又气又疼，为什么这些人都这么爱打小孩子呢？可怜的诗华，被大伯母打的伤还没好，又被太外婆打了。我煮了2个白水蛋，一个给妹妹吃，一个给二弟揉完消肿之后吃。诗华只愿待在家里，能无人打骂就好。吃的倒是一点都不贪嘴。哥，我吃不下这么多，你吃一半吧。我心里酸酸的，暗下决心，得赶紧想法子赚钱才行了。到时候让弟弟妹妹有吃不完的鸡蛋，咱煎着吃，煮着吃，蒸着吃。一会儿你喂妹妹吃饭，再把药哄她喝了。太外婆来了，她说什么你们就听着，别惹怒她，她就不会打人的。记住，千万别和妹妹出门。哥哥下午就回来。诗华一一应下，从锅灰中挖出个红薯递过来。哥，这个你拿着在路上吃。不用等了，现在吃了省事儿。我心里犯嘀咕，李老头的驴车每次进城都是坐满人的，我拿着这么一大筐半干的9重灵，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载我。李老头确实不怎么乐意，主要是这筐太大了。汉文小子，不是李娥个坑你，实在是你这筐太占位置了。要不你看多给一个人的钱吧。进城1人是2文钱，这多给一个人就要4文钱了。我现在统共就5文钱，还是昨天爷爷私下给的，我可消费不起。好爷爷，不是我不愿意，实在是我没那么多钱，您就好心宰我一程吧。你这老货，刘小子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，还问人家多要钱？我可没行李，汉文这筐就算我们俩的，这你总不能收钱了吧？算了算了，就这一次啊！下次汉文你要是还拿这么大筐进城，怎么着也要多给1文钱。哎，我连连称好，又对牛想点点头，算是道谢。上次妹妹发烧，村子里许多人都知道我拿药材抵药费的事，所以我进城送药，大家也并不奇怪。顺利来到城门口，驴车进不了城，就得我自己背到医馆了。同村的人各有各的事，也没人有空帮我一把，就是牛嗓也只能帮我把药材拿下车。好在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些重力活，草药加上筐子，快20斤了，倒还背得动。我拄着提前准备好的棍子，像老人家一样，借着棍子的力，一步一步吃力地走到了医馆。还算守时。秦三，看看药筐，给他称了。小伙计秦三过来接过筐子，我对他咧嘴一笑，道了声谢。今天我特意穿了一身打满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，又在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上系了白纱，就连那双露脚趾头的鞋也封了片黑纱。9重楼哦，药不错，晒半干了。这个比半枝莲贵些，3文1斤。你这里是18斤，54文。我伸头一看，只见他写下欠1250文，9月27还54文。秦三哥哥，能不能记40文的账？我想拿14文买些吃食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哎，哪有你这样的？让你拿药抵债，已经是刘大夫心善了，你还要从这里拿钱回去？不行不行，实在是家中没粮了，弟弟妹妹已经吃了2天的红薯叶。你也知道，我妹妹还没好，这没米吃，再饿坏了，不是辜负了刘大夫的救治之情吗？刘大夫心善，就好心帮到底。再说我吃饱饭也好去采药，不是？把我们急缺的药告诉他，看看能不能采来。刘大夫，您还是改行开善团吧。说完，他把钱放在我双手捧着的手心里。我低头把钱数了数，确实是14个，赶紧装进怀里的钱袋中，又单独拿出2个，悄悄递给秦三，对他点点头。多谢秦三哥哥和刘大夫，
有这14文，能买几斤草莓了？不过是2文钱，秦三的态度明显好了不少。这小子还挺懂事的，就这机灵劲儿，不愧是秀才的儿子。你看看这几个药材：大青根、猫爪草、紫苏，都是极好找的药材，你可都认识？这几样我们山下都有。秦三哥哥，这些草药都很便宜吧？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名贵的药材？靠这些还账，只怕要还上许久。这门贵的草药都在深山老林，凭你这小身板去哪儿找啊？灵芝、人参、紫梧藤，你随便挖一个过来，你这债就抵了。我再次跟刘大夫道谢，便离了医馆，往城外李老头的驴车走去。我没买糙米，而是买了2斤粗米，1斤粗面，共花了6文钱，又花4文钱买了4个肉饼。虽然只有一丁点肉腥，好歹也算肉饼，还剩下2文，就当路费了。我把肉饼包好，暖在怀里，这样回到家还有余物。太婆婆照顾弟妹，得给她1块，没丁点好处，下次她肯定不肯来了。爷爷也要给1块，得防着爷爷把饼给长英吃，要在半路上拦下他，看着他吃了才行。弟弟吃1块，妹妹吃1块，至于我自己，就骗他们在城里吃过了。汉文小子笑得这么开心，捡钱了，捡钱了，回城就多给爷爷1文。李爷爷，就我这命，哪里有钱捡哦？你还是别多要了。快点火，磨蹭什么？云涛，手下使劲！那草要是拔不干净，中午就别想吃饱。哥，你回来了！这么晚才回来，我鸡也没喂，菜园也没浇水，下次别叫我来了。我笑着从怀里掏出还带着余温的肉饼，2个孩子顿时眼睛都亮了。肉饼是肉饼，赶紧进屋吃，这里冷，别吃太快。世华去倒2碗水，边喝边吃。说是肉饼，其实就是熟面饼中间夹了点带肉腥的肉汁。上辈子什么好吃的饼我没吃过，比起这个，我宁愿吃烤红薯。太外婆，这块是你的，你今天辛苦了，我怎么会忘了你的份儿？来，我们进屋吃饼。进一趟城还花这个钱，有钱不存起来，买什么饼哟？小心我告诉你奶奶打你！太外婆可冤枉我了，我这家里哪里还能翻出一个买饼的钱？这是人家刘大夫怜我可怜，吃早饭的时候多了几个，就送我吃了。太外婆将信将疑，不过还是拿过饼吃了起来，面太硬，一口下去差点硌到牙。我还是拿回家切了煮饼汤吃。你弟弟煮了稀饭，你快再去喝1碗。我将他送到大门口，刚好遇到爷爷过来。太外婆立即把饼塞到怀里，拄着拐杖健步如飞的走了，像是怕有人抢她的饼一样。爷爷将背后的竹筐放到我面前，我除草的时候顺便摘的车前草。我除草的时候顺便摘的车前草。你今儿个送9重楼，刘大夫可有说什么？算了什么价钱？我将爷爷拉进堂屋，他一看2个孩子在啃肉饼，张口就骂我乱花钱。我只好又把刘大夫送饼的说辞讲了一遍，爷爷也没怀疑。刘大夫说草药很好，让我后天多送些大青根过去。爷爷，这块饼是你的，快就着热水吃了。我拿回去午饭时吃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是想拿回去给长英吃？这饼拿回去，你能吃到1口才怪。爷爷就在这里吃了，不吃完不许走。云涛吃的小嘴鼓鼓的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爷爷吃好香的肉肉。”行了行了，我就在这儿吃，你就别插门了。大白天的，过路人看了还以为我们躲起来吃肉呢。咱本来就在吃肉啊。爷爷，刘大夫说，若是人参、灵芝这类药材，只1个就能抵了债。咱们这青牛山里可有这些药材？那人参、灵芝都是有灵气的宝物，哪里是我们能摘到的？你别打进深山的主意。当年我爷爷就是想逮个人参娃娃，最后掉山下摔死了。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田边挖大青根，债慢慢还。敢进深山，我先打断你的腿。看你说的，我就这一问，不让去我就不去呗。爷爷，人参是小孩吗？人参长大了就成了精，会变成穿红肚兜的小娃娃，漫山遍野的跑，所以大家都把人参叫做人参娃娃。要是遇到了，别说是逮到，就是扯根头发，也能拿药店换许多钱。这人参长在山里，跟萝卜差不多，哪里会变成娃娃到处跑？爷爷吃了饼就走了，临走前又狠狠吓唬了我一通。深山里有大虫和黑熊，绝不能去。他看我最近的胆子大得很，
说不定真敢跑去逮人参娃娃，不吓我一下，他实在不放心。采了半个上午，一筐也没满。家附近长的到底没有田野里多，也没有那么茂盛，并且我还是想去采些名贵的，哪怕比不上人参灵芝，只要比九重楼贵些也好啊。爷爷说不许进深山，那我就去山脚下总行吧。叮嘱好诗华看好妹妹，我拿着一把镰刀朝山脚去了。山下有许多大青根和鸳鸯藤，还有零星散着的半夏和参金草。沿着山脚一路挖大青根，这挖到往下一看，正好看到自家的茅草屋。虽然看得不清楚，但院子中2个走动的孩子还是能看到的。我不禁十分开心，以后就在这儿摘了。不仅草药多，还能看到弟弟妹妹，省得总为他们担心。黄昏将至，我准备回家。大青根挖了半筐子，明日再来挖一些，晒后就能满1筐，还能余出1天。看看能不能去打点野鸡，抓些鱼什么的。这天上午，我将挖够分量的草药都拿到院中晒着，又去砍了许多细竹子回来。诗华和云涛都好奇地看着哥哥做什么。我不会劈竹子，就用细竹枝拿绳子绑了，做了几个粗糙的鱼笼出来。哥哥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抓鱼的，把它挡在溪口固定，就能挡住小鱼。一会儿再去太外婆家看看有没有旧鸡罩，咱再用它去抓野鸡。今天要是有收获，晚上咱就有肉吃了。我好笑之余又心酸无比，我暗暗发誓，等着吧，以后定让你们俩顿顿有肉吃。我去太乐婆家要鸡罩，要旧的，没有就算了，别找他骂你。云涛已经病好，十分不情愿待在家里，求着我带他一起出去抓鱼。我又给他加了件衣裳，帽子也戴好，一手提着鱼笼，一手牵着他，往家后面不远的小溪走去。半路上遇到从地里回来的奶奶。你个臭小子，不去地里帮忙，不去拆药，还在这儿闲逛玩啊！给我去地里！我再看到你在村里闲逛，看我打不打你！哥哥没玩，哥哥是去抓鱼。你拿2个破竹笼子也想抓鱼？你这不是玩是什么？爷爷都说了，我不用再去地里。再说，我真不是去玩。奶奶要不信，等我抓到鱼送2条给你总行了吧？哼，等吃你的鱼，等河干了，估计你也抓不到。别带云涛玩水，再病了，我先打你！哎呦，你也跟着你哥哥胡闹，没事就来奶家烧火，2个不懂事的臭小子。这个老太太每次见到3兄妹就没有不骂的时候。我们不理她，等哥哥抓到鱼，他就知道错怪咱们了。来到小溪边，水流平缓的地方都没看到鱼。3兄妹沿着小溪继续往山上走去，不敢走远，差不多走了1刻钟，找到一处水面稍宽、水中山石较多的地方停了下来。这样的地方最容易聚鱼。我将鱼笼摆好，用石头固定住，小声道：“咱们去旁边等着，过一会儿来看，应该就有鱼了。我们就在这里等。走远了，有人拿了鱼笼怎么办？也是。那咱们往上走，把能聚鱼的石头都翻翻。这样鱼都往下游跑，就进了咱的鱼笼。我们往上走到刚好能看到鱼笼的地方停下。这溪水真冷啊，才下脚就冷得我不停的哆嗦。为了暖和一点，只好在水里不停的走。哥哥快上来，有蛇有蛇！我吓了一跳，匆匆从溪里跑到岸上，顺着2弟指的泥洞一看，一条土黄色、椭圆脑袋的粗长东西正在水里搅动。那不是蛇，而是黄鳝。世华，快把鸡罩给我。这么粗的黄鳝，能煮好大一锅黄鳝汤呢。我提着破鸡罩，直接将黄鳝牢牢罩住，再看准了拿竹夹子夹住黄鳝的脑袋，用力一甩，就把它甩到了岸上。留在岸边的诗华和云涛看准时机，举起石头就砸向还在扭动的黄鳝。好了好了，它已经死了，你们再砸都该烂了。我将死黄鳝放到溪水里冲干净，心里开始盘算着晚上怎么吃。要是有油，这小麻鱼裹面炸的焦焦的，最好吃了。不过咱家油不多，这煎一类煮汤，用汤泡饭也好吃。3兄妹回到家，诗华立即去烧火，我收拾黄鳝，云涛什么也不做，就守着那几条小麻鱼，生怕它们被野猫叼去。我将黄鳝剖肚去内脏，直接剁成几段，锅底用油刷子刷了薄薄一层猪油，直接将鳝段丢进去翻炒2下，再加半锅水，大火烧开后放入野葱白和姜片。家里只有这2样调味，其他的八角、花椒之类的从来没有过。里锅焖了粗米红薯饭，这是我穿越这么多天第一次吃干饭。诗华、云涛，你们一起给太外婆送一碗，跟她说鸡罩还要借用，这一碗送去给奶奶。给太外婆也算了，给奶奶干什么？
他肯定给长英和大伯娘吃，爷爷也吃不到。不管怎么样，爷爷奶奶还是要孝敬的。你看上次云涛生病，爷爷多担心啊。再说了，哥哥要经常外出挖药和进城，有爷爷时常来看看你们，我也放心。汉文小子在煮什么呢？这么香！我今天在后溪中抓了一条黄鳝，正说让诗华给爷爷送一碗呢。爷爷来了正好，你直接端回去吧。这次不让爷爷在这儿吃了？我就是让爷爷在这儿吃了，你也吃得不安心啊。还是端回去和奶奶一同吃吧。太外婆给的，今天她没打我，还夸我了。才一碗黄鳝汤而已，就让太外婆和爷爷这么高兴。这年头的人啊，真是太容易满足了。哥，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，上次吃饱还是娘活着的时候呢。云涛也是好饱啊，想睡觉了。明天中午你就把这鱼煮了，哥要是回来晚了，你就和太外婆、妹妹先吃，给哥留碗汤就成了。只要太外婆不打我，我就煮给她吃。再次进城就轻车熟路了，因为我将大青根洗了一遍才晒的，所以很满意。一共20斤，给我按时抵了70文的债，剩了18文钱，悄悄给了秦3两文，带着16文钱，十分欢喜的出了医馆。我买了2斤粗米和4个肉包子，想想家里还缺什么，细想半天，才发现缺的东西实在太多，而我这几文钱根本买不了什么。我叹了一声，又买了2两白糖，留着给弟妹冲糖水喝。剩下几文钱，我决定攒起来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顿顿吃上肉啊？不行，还是得去深山挖名贵药材。你是青牛村的不？你家李老鱼车被人雇去了，你要是等他，就得等下午那一趟了。我大急，我可等不了那么久，弟弟妹妹还在家等我吃午饭呢，万一回去晚了，他们肯定担心。老爷爷，你的车经过青牛村吗？我坐你的车。我是竹里村的，离你们青牛村远着呢，你还是等李老头吧。我背着大竹筐，焦急原地转了2圈，最后决定走回去。上次和爷爷推车带妹妹进城，路也记住了，自己一个人走回去不成问题。我一边走一边看路边的草药，只要看到长势好的就会停下采摘，所以这一路走得极慢，只走到晌午才走了一半的路。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飞来一片黑云，风也瞬间凉了下来。风雨欲来啊！土地爷爷也穷，供桌上只有2个红薯当贡品。要是这样，我也是忍了许久，才忍住没拿来吃，怕自己忍不住动土地爷爷的贡品。我在离贡品最远的门后面坐了下来。就这样过了1刻钟，雨也没见小，我不由着急起来。若是雨一直这么下，自己怎么回去啊？咱们就在这里避一避，这雨下不长，一会儿停了再回去也是一样的。我来拴马，你先进去吧。进来一个紫衣少年，看着不过15、16岁，身材高挑，衣衫华丽，背对着我看不到脸。他一边拍打着衣裳上的雨水，一边四处打量，突然就瞄到了门后面的我。他吓得大叫一声，差点一屁股跌坐到地上。我也看清了他的长相，小麦色的皮肤，眼睛很大，光的大男孩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男子也跟着跑了进来，开口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说呢？”人家小兄弟自然也是来躲雨的，这可是土地庙，哪里来的鬼？小兄弟，我们不是坏人，你莫怕，咱们在此避雨偶遇也是有缘。我这表弟性子直，吓到你了吧？是我吓到他了，你快把门关上吧，一会儿该飘雨进来了。太奶奶，你的这个肉包子我先吃了，下次再给你带。一口咬开，一股浓郁的葱肉香瞬间就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其实味道也就那样，可单闻这香味实在是勾人的很。果然，青衣少年和紫衣少年明显闻到了肉味，两人一同扭头看向我。见我小口小口吃的香甜，他俩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雨到底什么时候停啊？小爷我都饿了。早上你急着出城，早饭也没多吃，
中午水月庵的姑子做了那么一桌素菜，你又不愿意吃，这会儿叫饿也没办法。你也看到内庵了，到处都乱糟糟的，连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。就那些懒姑子煮的东西能吃吗？活该你饿，有吃的还嫌弃。这会儿子前不着村后不着锅县，看你怎么办。喂，小屁孩，你的包子还有没有？小爷买一个。小兄弟，我姓许，名元来，就是城东头许家的人。我表弟姓李，名元素，我们真的不是坏人，你别怕。我姓柳，是青牛村的人。许公子好，李公子好，我这里还有3个包子，不过是要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的。我们不白要你的，你多少钱买的？我出10倍买过来。李元素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有一天要在一个乡下小姑娘手里买包子吃，他肯定觉得这是人生奇耻大辱。可他肚子不争气啊！再说这庙里残留的肉包子香味实在太勾人了。别10倍价钱了，我用这个换。这哪是下雨啊，这分明是老天爷给我送钱来了！拿金叶子换肉包子，这俩人不是傻就是有钱烧的。我在看李阳素，那眼神简直就像看一只肥嘟嘟的大肥羊。我赶紧低下头，强者直接把金叶子抢过来的冲动，从怀里掏出油纸包，这一下肉包子的香味更浓了。雪白的包子皮上是完美的18道褶，葱汁混着猪肉的香味，像馋虫一样直往鼻子里钻。李公子要换几个？我这片金叶子还换不来你3个包子。要是平时，别说3个，就是30笼都换的。但是现在，在这荒郊野外的土地庙里，一片金叶子就只能换1个，换不换？你这刁钻的丫头！你要抢我的不成？你们2个大男人要抢我这小孩子的吃食吗？好了好了，给你。多谢李公子，这是您的包子，请享用。你吃不吃？3个金叶子买的包子呢？看你吃这样的亏，我笑都笑饱了。这小兄弟也太有趣了。这是什么馅儿的？这么香！大葱猪肉馅的，怎么2位公子没吃过猪肉吗？不像羊肉。不是猪肉肥腻难吃吗？这包子怎么这么香？对了，古代那些大家贵族都不吃猪肉，觉得猪肉低贱，只有平民百姓才爱吃。看来这俩人还真不是普通大户的公子啊。这里有清水，要喝吗？这要几片金叶子？不用，这是包子的售后服务，公子要喝吗？这还差不多，看来你这小子也没那么贪钱嘛。